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1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上期视频，阿哲明确提醒，美股出现反弹变盘高点信号，你有及时减仓吗？周四、周五市场出现反弹后的大幅回落，现阶段每次市场上涨都只能以反弹来对待。那什么时候美股会有较大行情产生呢？阿哲觉得也不远了，1周到2周内会出现。微软跌到了$395，左侧布局窗口已经出现，我们应该怎么操作？英伟达的震荡行情接近尾声，趋势反转信号若隐若现。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0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核心的指数方向观察。阿哲会告诉大家如何通过市场的背离技术来看待机会将在何时发生和产生。当然，同时我们会看到图表当中有一些支撑压力位怎么去使用。第二个呢，会讲到日内下周一的变盘点怎么去识别日线变盘、日内变盘。而在日线上，目前的趋势有没有改变？市场什么时候会产生很明确的右侧趋势反转呢？怎么去分析？那么第一部分会告诉我们市场方向的一个结构和目前的节奏。当看懂指数方向，我们才能做好个股交易。所以在第2和第3部分，阿哲才会讲到个股的分析。阿哲分别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科尔卫、谷歌、甲滚、MSTR、微软、博通、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内容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您。你会发现阿哲视频当中目录的东西有点多，所以阿哲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习惯观看一个长视频，或者不是每只标的您都感兴趣，阿哲呢是把所有的内容都做成了时间轴，您点击时间轴可以去快速的翻阅最想要看到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当然了，唯一的一点建议就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先看懂指数目前的方向。因为市场的环境它基本影响我们投资的一个胜率和整体账户的一个平均水平。如果你在市场下跌时反复的去做多，甚至呢还加仓做多，你只要没有好的把握到指数低点的位置去加仓去看多的话，很多时候你买的地方它就是一个高点。所以在近期行情走势当中，你会发现只要指数环境不好，基本很多个股没有什么做多机会，只有少部分的一些板块和股票在上涨，这个时候你去做多难度就很大。而如果市场能够在未来某个地方产生低点，你再去买股票，你的胜率肯定要远超于平时。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每天会先去看到指数的一个原因。好，当前呢我们要关注之前我们在上周给到的2个支撑位目前呢是已经被跌破了一个。那被跌破的支撑位呢将会被快速的去确认是否有效如果有效跌破，将会顺势来到下一个支撑位，而如果无效，它会很快的去修复，重新收盘站上这个支撑位。所以接下来呢，下周还要关注一点，就是这个支撑是否被有效跌破。破位有效，基本会很快见到21,841点这个空间的支撑。那么当前市场呢，从一个趋势来讲，很明显是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在下降趋势当中，如果你要去做多，其实你的选择一般来讲会有3个，其中有2个比较激进，一个呢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这一个比较安全的就是寻找趋势反转明确的右侧买点。那么这个呢会在第3部分我们之前的趋势分析去讲到。而前面的2个呢，其实就是在下跌时找低点去买进。一种低点是下跌的反弹低点，那么第2种低点就是可能是偏波段中期的反弹低点。那么像前期我们所看的这些低点都属于反弹的小低点。那未来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中期的低点呢？我们来看到第一部分叫做背离找机会。其实这个知识点呢，我们在上周的周6的视频其实讲过一次老同学呢应该听过很多遍，您可以跳过。如果是新同学，特别是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的同学，一定要认真把它学会。好，目前我们所看的背离呢，它不是什么量价背离，不是什么指标背离，它就是纯粹的指数的背离。目前所看的指数左上角可以看到对应的指数的一个代码，上边的是纳斯达克，下方呢是标普500。那么阿哲呢就尽可能简单的去告诉大家怎么去用当你把2个指数放在图表当中时，你想要以此去发现市场不对的地方，或者说容易产生顶底的地方，其实很简单，你就找不同就行了。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高点我们提醒过风险，并且告诉大家要逃顶，甚至呢前面的很多个高点我们都提醒过，每次上涨都是风险。这个原因就在于我们会发现啊，上下两幅图表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左侧高点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历史高点，它所对应的下方的标普并不是一个历史高点，也就是说标普的这个高点已经被不断的被新高被突破过，只是没有成功。好，为什么标普之前这里每次突破都不能成功？为什么每次都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而都是假突破，都是诱多呢？你会往上去看，你会发现呢，所对应的地方纳斯达克指数它是没有去创新高的。这种环境，这种变化叫做市场的顶背离。一个指数是出现了创新高，另外一个指数没有创新高，一般这种动作叫做风险。如果不能够另外一个指数随即去创新高的话，它这种背离一旦保持，就会产生市场后续的下跌。那么这次下跌由此而来。好，那反过来，你用这个方法可以看到高点的产生，也同样可以看到低点的产生。那么目前所对应的关键性的低点，两指数是一样的，都在这一根阳线上。纳斯达克指数呢是21,898.29，标普是6521.92。好，所对应的这两个低点是不是在同一天、同一时刻见到？那么现在市场如果下跌，纳指如果打破左边低点，标普会不会打破左边低点？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关注的。如果两指数同时都打破这个低点，那么就说明这里是没有背离，那么机会呢可能还要再往后等一等。好，那假如市场目前的纳指在后续出现了下跌，打破左边低点，而标普却未创新低，这就会构成跟前期高点一样的背离，这个叫做底背离。顶背离维持产生风险，那么底背离维持这才会产生机会。背离级别越大，产生机会越大；背离级别越小，产生的机会也就越小。目前你所看的这个背离啊，它持续有好几个月时间，所以它可以称为中期以上的背离。中期以上的背离则容易产生中期以上的反弹、反转向上的行情。所以只要近期一两周出现了下跌，一个创新低，一个不创新低，注意了，机会将很快来到。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的一个中期底部或者说反向的一个信号。那么有同学会认为，这个底背离好产生吗？目前来讲，阿哲认为还是比较容易产生的，因为你会发现，纳斯达克指数离前低其实很小的一个距离了，但标普呢还有一段距离啊，所以只要来一个相对不大不小的下跌啊，基本就会产生这种背离行情。只要标普不延续下跌就行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关注背离的产生和背离的延续。那么近期其实也有一个背离。那么市场这一波下跌，如果你看懂小级别背离，其实你也可以逃过这种连续的下跌啊。你除了看阿哲提醒变盘高点之外，你其实也可以自己去识别到，像这一波上涨的反弹，其实打破了纳斯达克指数左侧的这个高点，而标普这波上涨呢是没有打破左侧的这个高点的啊。你会发现同样的是这个高点是吧？一个呢是有新高啊，一个呢是没新高。阿哲呢在盘前广播当中，是不是周四的盘前就提醒过了啊？这里是一个顶背离。当中顶背离呢保持啊，一个就是不去新高，一个就是有新高啊，这种时候呢就容易有反向力量出现。小级别的顶背离，小级别的风险；那大级别的顶背离呢，大级别风险啊。所以关注顶背离和底背离以及不同级别它所产生的一个机会，这是背离看机会。阿哲所想要给大家去讲到的，也是呢近期一直在讲的，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背离的产生和机会的延续。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第二部分叫做日内的变盘点。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盘前广播，其中有一个核心部分，就是阿哲呢也会把日内的变盘点给到大家。像日线变盘呢，它不会每天都有只会在关键的位置上出现。因为所谓的变盘，它指的其实就是在某些地方容易产生高低点的时刻所以日线变盘它一般呢会隔一段时间才会有，但日内变盘一般来讲就是每天呢都会那么2到3个，所以阿哲呢也会写在盘前广播当中。如果您想要做好买卖点，那一般来讲，阿哲比较建议你结合指数的变盘点。比如说市场出现上涨的时候，你如果想要去追涨去买进，那么建议你尽可能避过上涨时的变盘，因为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买在了变盘高点上。比如说在3月13号的盘前广播讲到第一个变盘点9点45分，是吧？你在上涨加速的时候，如果一出现变盘点，刚好附近就是顶分型，你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去做加仓或买股票的一个选择，抄底的选择。它很多时候可能是指数的一个高点，
而指数的高点很多时候会影响7、8成个股在日内的高点所以它呢也可以优化你在日内的一些交易买点卖点的一些更加优化细致的一个工作。所以日内变盘点也是阿哲呢会经常告诉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当然这个呢对于纯粹的日内交易者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这个呢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好，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呢有5个变盘点，这5个变盘点当中呢大部分还是小低点小高点为主只有相对昨天盘中第一个9点45分的高点相对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波段高点。1点30分呢也是一个相对震荡时的小高点所以这个高点比较有价值，其他的话呢只能相对来讲只有价差的一个价值。那么我们看到下一个变盘点周一的时候关注什么呢？关注的第一个变盘点还是9点45分，大家要关注好了。当然其他变盘点阿哲还没有去计算到时候呢我们在周一的盘前会在盘前广播当中把所有变盘点都列好，而后呢发给各位。只要您是我们的财神同学或者说您是我们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呢在限时时间当中去领取去看到这个盘前广播的信息。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关于怎么去找到背离的大机会，接下来怎么去产生，怎么样呢更容易去发现。第二个就是日内变盘点，那么希望这2个部分依旧能够帮助到您给您提供一些参考或者说分析的思路。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当然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见到阿哲的视频，第一次观看，那么阿哲建议大家在点赞评论的同时也可以点开一下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只要点开这个订阅按钮，未来呢我们就可以时常交流。那么这里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是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了。那么您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顺手点开，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更新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因为系统呢会直接第一时间通过弹窗来提醒到您就不会错过任何的一个知识点和视频以及阿哲的观点了。当然您在点击订阅之后只要您是新同学新订阅同学，那么没有领取过福利的，那么阿哲一般来讲呢对于新订阅同学会有4重粉丝订阅的福利其中第1重福利就是刚才所讲的盘前广播一些日内变盘点，以及阿哲盘前对于个股对于指数的观点都会写在这一份资料当中给到各位。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呢就会写。那么怎么样去领取到订阅粉丝的4重福利呢？很简单，您只要在右上角看到视频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之后您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您可以跟助教说一下您是新订阅同学，您想要4重福利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以及分别有哪些福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第3部分，叫日线的趋势分析。当下的市场日线上如何去看到市场趋势的反转，目前指数的环境中如何去找到我们所说下跌趋势的第3种可能更好的一个买点。那么当前呢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指标是阿哲呢平时比较喜欢用到的一些趋势分析类的指标。当然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您同样的可以跟助教老师去领取去申请使用这一个指标模板，它呢叫做山海趋势图也是呢我们的粉丝福利的其中1种。好，这个指标呢它包含很多部分，我们在后续呢会慢慢讲到。那么在当下的这一个环节，阿哲呢只需要跟他去讲一个东西，叫做中期趋势。在这一个指标当中有一个飘带类的指标，它呢是一个阿哲关注中期趋势波段行情时主要去用到的。如果它是一个黄色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中短期下跌的一个趋势；如果是紫色飘带，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只要这个飘带保持这个颜色就意味当下大概率或者绝大概率它就维持一个下跌趋势。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是一直有讲到市场的上涨以反弹对待？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黄色飘带，只要它是黄色飘带，不管你的个股还是你目前所关注的任何一个标的，只要是黄色飘带，你就注意了，你的买点一般要么就是你想做多的话，要么就是超跌反弹当这个指标出现了蓝色 K 线，就意味着可能有超跌反弹机会。当市场出现了远离飘带就有可能出现飘带的修复出现超跌反弹。所以这种呢就是一个下跌趋势的常规状态，就它可能会下跌，但是它会反弹，下跌然后会有反弹，但是它整体来讲就是下跌的那一段呢力度更强，
反弹那一段呢更弱啊，所以它就容易高点不创新高，低点呢反复创新低啊。而目前的状态就是低点在创新低，高点不创新高，是吧？所以近期我们所讲的很多时候都是提醒反弹机会啊，以及呢在黄带附近会有压力，会有风险啊。这一次股价的反弹是不是也碰到了飘带，又产生了背离？所以这个地方的下跌啊，理论上来讲，只要你能够正视目前是一个中期下跌的行情，你是不会被这种高点被套到的。除非你每次在下跌买进的时候，你都很期待它能够直接就突破，直接反转啊。但我们说了，那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就下跌趋势呢，很多人幻想着买到一个低点，它就是一个大底，这种可能性有吗？是有的，但是它的可能性呢是远远小于它是一个反弹低点的可能，因为下跌趋势有很多个低点。但是他们基本上9成9都是反弹低点，唯有最后一个低点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大底行情。很多人在买到最后一个低点之前就已经被前面的小低点给骗到，被套住，被消耗本金了啊！所以想要买到绝世大底，那个概率是绝低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只要黄色飘带保持，就还是下跌趋势，做反弹为主啊。包括后续呢，我们哪怕真的出现底背离啊，我们怎么去看呢？它这个所谓的大机会，更多的也是为什么？是因为它离飘带远了。如果市场不出现加速下跌，那么你怎么办啊？你只能看小机会啊，因为它就是对于飘带的一个反弹。那你要看大机会的话，要怎么看？一个就最为简单的，就它转为紫色飘带了，市场呢确实回归上行趋势了，那肯定是大机会。好，那如果在转为紫色飘带之前，我想要去找大机会，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它得要离这个飘带越远，才有可能反弹的越快、越高、越强，行情越大？所以它就得要有一个加速。前面的市场呢是已经出现了这种囤积的状态啊，收敛状态。如果这里能够发生一个加速破底行情，而标普不破底，那么就会出现纳指离飘带会很远。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机会结合背离，那么这一波反弹空间将会很大。好，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产生中期的反弹机会啊，所以我们的机会如果加速下跌，就由此而来。那如果它这里的支撑依旧有效，是吧？还是出现上涨呢，直接反弹呢？那么这个地方就还是小机会，因为空间有限。好，假如直接反弹，那么空间一般就看到22,593.4附近啊，它是龙门线中长期的压力和这个飘带中短期压力的共振的地方。那么直接反弹它的空间啊，也就是大概这么多。而这种反弹呢，除非能够直接一口气突破这个压力区啊，股价后续回踩它变成紫色飘带啊，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走出大机会啊，否则的话，我们的大机会更多的是在一次加速下跌啊，打开更大的乖离之后的反弹。那么以上呢，这对于目前的日线趋势的一个解析，当下的趋势中短线依旧是看跌的，那么更大的机会应该是在加速下跌、远离飘带之后产生的反弹，亦或者是直接出现飘带的改变，然后产生右侧买点，这两个机会是比较大的，其他的一切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反弹为主的机会。那种机会呢，一般来讲仓位就是少一点，然后呢不要看太远。那么这呢就是第一部分阿哲所要讲到的3个内容，那希望对您能够有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讲到个股解析。那不过在此之前，阿哲呢还是要再次的为我们的新订阅粉丝同学介绍一下我们的4重福利。刚才所讲的订阅粉丝福利呢，那么有4个分别呢，第一个是叫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就刚才的那一个指标模板。第2重福利呢是盘前广播盘前解析和点位的预测。第3和第4重福利呢都是我们的一个课程，因为阿哲讲技术频道本来就是讲技术分析为主的，所以阿哲相信您订阅阿哲也是想要学习一些知识，以及呢提升自己的交易水平，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内部的知识课程可以提供给大家去体验去学习。如果您确实有时间去进行学习的话，那么可以关注好我们第3重和第4重福利。分别呢是技术分析的美股课程，我们会对美股每天进行一个解析和对一些知识的内部的分享。那么第4种呢是我们的美股期权课程，那么阿哲团队呢有专门对于美股期权了解并且研究很深的一位老师，那么这位老师呢每周也有系列课程是关于美股期权的一个教学。如果你是曾经体验过这位期权老师的一个课程的话，您会知道在近1个月呢，美股市场是持续的一个下跌，但是这位老师他所用来为大家进行教学实战的一个期权账户，其实呢还保持有20%以上的一个收益的。
所以这就是在市场下跌时，如何通过期权来去对冲风险，以及如何通过期权也能够去实现盈利的一些方法、方案和策略。那么这位期权老师也会在课上呢进行分享。所以这是从福利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订阅阿哲之后，可以找助教去领取。阿哲相信他们能够帮助到您。同样的啊，您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去找到助教，亦或者是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啊，您可以看到阿哲有发了一条置顶评论，在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链接，您点击后也可以找到助教。再次感谢您的订阅。当然，我们下周的课程大家可以看一下。下周呢，关于美股技术分析的课表啊，是这一个叫做美股交易避坑指南。那么近期的市场呢，相对来讲可能亏钱效应呢比较明显，很多同学呢在趋势的识别啊，对于真假突破、真假的破位等等都不太了解，所以很多时候以为有买点，反而买了追高被套啊。所以如何能够在交易当中尽可能避过一些技术分析的坑呢？我们在下周会去以此作为核心去进行讲解。那么我们的时间啊，都是呢在香港时间上午的10点。大家如果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记得找到助教，而后呢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下周的一个课程。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订阅粉丝4重福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来到个股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当前的一个行情走势就是其实很偏空啊，一不小心应该就是空间要再打开了。现在是走了一个震荡，这个震荡之下把前面的支撑位给破了，而且破完之后有一个反抽，并且出现一个强势顶分型，是吧？跟我们上期所讲的一个确认信号是一样的。所以一个长上影线加一个强势的下跌，代表这个地方它已经由支撑转为压力，所以当下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下跌的中继震荡，而后它可能在破位之后选择继续的打开空间下跌。所以在这种预期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把之前的仓位左侧呢先跑掉，等到它有明确的趋势的反转了，我们再去参与右侧的一个机会。当下要注意它可能会有下跌的继续啊，或者说破位的延续。我们再看到目前的上海趋势图，目前呢我们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的特斯拉。特斯拉当前是不是一个很延续并且比指数呢更长时间的一个黄色飘带？这个黄色飘带之下呢，一直很稳定的在运行着。市场呢远离飘带就会出现反弹，远离反弹，远离会反弹，越远离反弹空间越大，那么反弹机会呢越大，所以它就保持着这种反弹的一个节奏，但是它一直呢在黄色飘带之下，当前呢压力很明显。如果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改变，阿哲对于下跌空间震荡后再破位的一个行为，那必然有一波反弹。得要是把飘带给突破站上，并且要站稳啊，不能够像博通那样子最近站上又跌破，那个是不行的，得要站上转为紫色飘带啊才可以。所以当下呢不参与左侧机会了，我们必须等待右侧的买点产生，因为目前这个地方很像是一个即将打开空间的下跌，而不像是一个左侧的底部行情了。所以特斯拉这里要特别小心啊，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开始变得不太好了。而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它要反转，它的压力位最高的话，要看到 407.913， 这里要出现强势的反向阳线啊，站上去，我们再去关注后续可能产生的一些趋势反转啊，在此之前小心风险。而从周线来看啊，它呢是不是连续下跌，而且是很单边的这种下跌？目前周线也转为黄色飘带，是吧？黄色飘带如果是日线的话，就代表日线的中短期；如果是周线，就是周线中短期，它的整体周期影响就更大。所以目前是周线开始由紫色转为黄色，那么周线的大压力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这里出现反弹，那么日线它首次右侧买点之后，它其实它的一个压力位空间就先看到周线的黄色飘带。如果周线黄色飘带也还是难以过去，就有可能形成周线黄飘带的延续下跌，那么这个时间就会比日线会更长了这是要注意的。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它是一个连续的跳空下跌破位把这个飘带扭转成一个黄色，而后龙门线也被跌穿，所以它这种基本上就是有效的，因为过于强劲的破位，当前是补了一个缺口，然后出现了下跌，再次破了这个缺口，所以当前来讲呢，它没有一个收强势阳线过缺口的动作，所以这个缺口压力就依旧存在。当这个缺口还存在压力时，价格走势这里就属于一个空间较为有限的一个上涨了。所以最近是不是三小顶之后就产生了一个下跌？好，这个下跌目前是破位的，破位之后它是个紫飘带，所以紫飘带破位呢，它会产生一定的支撑和多方的行为。
这个地方它正常来讲应该会有一些支撑的，包括前面这个连续阳线是吧？它左低会有一个支撑，但支撑归支撑，看一下支撑后的反弹力度是强是弱。如果反弹力度要强的话呢，它正常应该要站回飘带之上，寻找下次的再次上行啊，去突击这个缺口的一个行为。如果这个地方直接来一根阴线，把左面的连阳的这个区间给跌穿，那么基本上就没有太多希望了啊。所以当下来讲，看一下飘带的上沿210.74啊，这一个压力位。从周线来看，它其实也是一个黄色飘带啊，并且目前在进行一个反弹，反弹呢目前还没碰到黄飘带的下沿，周线上是221.997啊，作为一个压力位的一个参考。222.997其实差不多也在这个缺口之上一点点啊，所以这附近呢压力是比较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图表。英伟达呢从图表来看，单纯看 K 线的话，其实还是在一个震荡趋势当中比较的明显。之前呢这个地方的缺口被补掉了，但补掉之后呢，它的上涨力度不强，而后继续的再次跌破缺口，所以这种行为就说明这个缺口啊依旧产生压力，它的回补呢虽然补了，但空方依旧还是强势的。并且我们之前讲过一个观点，就震荡行情最好的就是维持它的涨跌之间的均衡，那说明呢至少多空之间还没有一个表现啊，谁强谁弱。但如果你发现某一方开始反弹不强的时候，它就容易趋势发生变化。那么目前是不是已经开始之前都能够反弹到这一个区间左侧大阴的上位，但现在这一波反弹是不是已经没有到那么高了？所以要小心这个地方是一个顶分型后的破位啊，它如果延续下跌破了运线的低点，是吧？前面这个运线低点还有支撑啊，如果这里破了啊，基本上就是下跌反弹确认比之前弱，而后转向向下啊，所以当前呢关注一下这个地方的低点会不会顺势也被一根阴线给跌破，这是一个。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上海趋势图，当下呢我们看到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整体表现，震荡行情下的话呢，上海趋势图的飘带它基本上会出现横穿的一个状态，所以最近呢它的一个支撑压力是不明显啊，突破啊跌破，突破跌破。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呢，就说明目前它肯定是一个震荡行情，但震荡行情也有多空之间的一个区分。当你发现从一开始被突破跌破，它一点支撑压力都没有的时候，开始转为有压力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它要么是走强，要么是走弱啊。所以这个地方开始反弹，而后碰到飘带，市场走出强势的下跌啊，而后跌破龙门线啊，所以当前这里属于压力有效，而后反抽强势下跌，所以这里要注意了啊，至少是一个反弹高点，而后小心它如果把左低给破掉，就形成一个下跌反弹下跌的一个下跌趋势的雏形。那个时候就会不太好看了。当前就是初步判定空方在变强，而多头最后的反线就是前面运线的低点174.63，而看到周线上它是不是也转为一个黄色飘带，连续震荡啊，虽然没有像特斯拉那样连续下跌啊，但它震荡是吧？多头在削弱，空方在变强，目前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空方趋势？市场的破位，它是一个乌云盖顶啊，乌云盖顶。我们说乌云盖顶之后啊，下一根 K 线的高点会有压力，是吧？目前这里就是压力，在周线上特斯拉只要不向上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说明是个压制，空方就还很强，所以多空之间博弈，看一下它的高点是184.69啊，作为目前的空方的界限啊，这个地方不过，那么反转向下啊，英伟达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以上呢就是对于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我们来到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当前呢，我们所看的是Core 位的一个行情图表，这是日线图。日线图呢保持一个震荡行情，不过这个震荡行情当中，我们是不是讲过啊？就是它到了一个蓝色 K 线附近啊，就是反弹的概率会比较大。震荡行情就特别如此。到黄 K 的时候，小心啊，它是一个风险啊，黄 K 是个风险，黄 K 是个风险。如果是蓝色 K 线呢，特别还是震荡的话，它就容易在震荡下沿产生这种蓝 K 的时候出现反弹。所以我们不止一次关注过Core位的一个反弹机会了，但是它的机会在变少啊。刚开始呢是比较不错的这种上涨，而后呢变短了，现在呢更短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出现了连续上影线，而后是一个黄色飘带。我们这个地方更多考虑的是一个上涨反弹之后的获利兑现机会啊，而不是一个加阳机会啊。所以当下呢关注一下这附近啊，应该做一个左侧的减仓卖点，你可以留一部分仓位做右侧收阴之后的卖点啊，都可以。但是左侧肯定已经开始要去进行获利兑现了，因为市场环境不太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里是一个大压力啊，大缺口。那么在
昨天是不是少了一下，而会出现长上影线，就有压力反馈，然后收长上影线，本身也应该减仓。右侧呢就收阴线收阴线你更右一点就是收一个阴线，把这个缺口跌破，但没有必要因为你整体的一个成本，短线上也没有太有优势，是吧？短线这里赚个7、8个点也差不多了，没有必要看太远。接下来看它的压力就是缺口的一个高点附近，就84.41附近这根阴线的高点。我们再来看到下周股票是谷歌。谷歌的话呢，就处于下跌的一个行情走势，最近呢受制于前面的这种区间出现了一个震荡，但这个震荡的时候，它的高点在降低，是吧？低点呢也在降低，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它往下的概率肯定是往上走出来的概率会更大，所以趋势当黄色带时，就以下跌为主要的一个方向，为市场最小阻力的一个方向所以目前小心它已经是进入飘带，而后收阴线下跌，强势顶分型。所以当下就是相对偏空，它离日线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的龙门线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如果把前期这个地方的低点支撑给跌穿，那么就说明下跌空间还要延续到271.306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看到周线上，周线的话它有一个蓝色 K 线正常呢，如果是我们的紫色飘带有蓝色 K 线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不代表是直接出现，直接去买进，而我们要关注一点。就是它可能会有连续性的蓝色 K 线，就是蓝 K 的买点你要注意的是，最好是等它消失，就蓝 K 消失，而后出现仿包阳线是最好的，这种时候才能够明确它不止超跌，还止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相对明确的下跌，然后蓝 K 消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突破这个时候才能够确定它是一个有效止跌、有效的反转，然后当前呢就是还在超跌。还没有反包，那么就等周线还没有止跌，日线这个地方有可能延续下跌。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甲骨文甲骨文就是延续的一个黄色飘带，那么这个黄色飘带延续之下呢，最近出现了一个震荡，变成了紫色飘带。但紫飘带的转变它不代表一定会有反转，因为它要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价格确实2次回踩不破紫色飘带。如果跟之前这种这个转是转了，但是直接就跌破了，就没有支撑效果，这种多头呢一般就比较弱只是一个上涨当中的一次强一点的反弹而已。那最近这里为什么出现了止跌因为它的周线上呢出现了一个什么动作呢下跌碰到了龙门线，而后有个白玉波段超跌 K 线，并且是左侧这个低点的支撑附近，所以产生了一个上行。但这个上行呢，它周线目前还只是一个反弹，它没有把白色 K 线给仿包。就白色 K 线不反包的话呢，这里就说明它当前只是一个龙门线支撑上的一个停顿，不能说它就完全的止跌有效了。这一个长上影线碰到了周线上的游龙线172.975这里是一个多重压力，所以当下的甲骨文我们只能说它的反弹强势但是不一定是反转，不一定能够止跌看一下它会不会往下破飘带线，还是说这里会有止跌。这里如果有止跌反包阳线可以再看一个对于前高的一个短线目标位。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的支撑，它的下沿是151.48可以关注一下这一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 在前面这里是一个回踩飘带，是它也是回踩飘带，但是它有反包阳线，所以当时这里呢是一个买点。好，这个买点产生之后有一个短期向上，对于左高的试探，当下呢它的一个力度不是很强不断的高开低走，高开低走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假阴线，如果假阴线的实体下沿它的开盘价被收阴跌破，这个时候要小心尽可能哪怕没利润也要开左侧减仓了，特别现在市场环境一般它有可能会去跌破飘带。我们的防守位如果是右侧的话呢，可以用131.826跌破飘带则说明风险延续。从周线来看，它是跌破了龙门线，所以这一波上涨先看反弹，反弹的压力位是151.141，目前空间不大了如果能够突破，那么远一点可以再看到龙门线，龙门线是171.21所以当下它的整体局势就是短线依旧为反弹为主，上方的周线的压力比较靠近。而后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呢，我们提醒过几次，这个地方其实它算是一个周线上有可能会有反向力量不一定是长时间的长周期反转，但周线上有可能是一个中期的反弹行情，因为它一波单边下跌已经是持续很久，而且跌幅比较大。好，这个时候它来到了左侧曾经的底部区间密集区所以这个地方有支撑很正常。
同时它也还是一个龙门线附近，并且出现了白玉 K 线。像甲骨文它是没有仿包白玉 K 线，而它仿包了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停顿止跌强势的一个动作，并且它离上方的一个我们所说的飘带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飘带远离，那么反弹它的机会就会较大。所以当前这里呢，阿哲认为是有一个左侧回调买入的机会，我们可以作为第一次买入，就是股价回调的时候你可以以前面这根白日 K 线为参照，白日 K 线差不多1/2附近是吧？就是可以形成左侧的下跌买入的一个布局点，然后以白日 K 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跌破白日 K 线就收阴跌破，那么就可以先跑掉左侧仓位呢就先少一点下跌买入，然后跌破白日 K 线低点，那么就离场止损，等下一个机会。当这个白日 K 线被跌破的时候，那么下一个机会呢阿哲认为就要再往下看到前面这个左侧低点附近了就到时候左侧的机会就要连续下跌，是吧？就是在前面这个低点破位之前往下这附近找仓位买进，而后当然最好是仿包阳线而后呢如果跌破，那么就作为左侧止损。当然左侧仓位一般来讲不超过3成仓，特别是目前的市场环境一般的情况下所以这种地方就属于相对中期以上博弈反弹的左侧买点。如果跌破，那么在这个区间呢可能会打开空间去看到左侧这附近的一个底部支撑所以要么就这个地方产生机会，要么就是这个地方产生机会，这是2个中期反弹的布局点那么阿哲认为是比较可靠的一个支撑点。那么当下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反弹急转之后的回调那么这个回调过程当中呢，左边有一个强势底分型，是吧？你可以以强势底分型看一下，差不多这附近将会有支撑，除非它来一根长阴线直接跌破，那就不用买了，是吧？但是如果在这附近出现仿包阳线等等的就可以作为左侧的买点去博弈周线的反弹。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去多看看，最近阿哲也是比较关注跟踪微软，看一下会不会产生中期以上反弹的一个机会。目前的下跌空间差不多是比较 OK 的。大家如果对于手中的股票目前也还不太会分析的话，你也可以按照这种情况，就周线看一下，日线看一下，整体来讲至少中期的一个分析，波段的分析问题不大。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同学，目前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的模板的记得呢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而后安装可以去体验这个指标，看一下您手中个股是否也处于一个下跌趋势的末期，还是说它刚进入下跌趋势。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博通的一个走势有讲到它出现了一个连续阳线突破了这一个飘带，还有这一个龙门线，所以这里呢是有可能改变之前的颓势的当最近又出现了一根强势阳线，把之前左边的这个低点给跌穿了，所以它这个又有点走回震荡了不是很强硬了。所以当下呢就看一下这个连阳的低点不要被破，不破之前有机会再一次站上龙门线，那么我们可以构成一个交易的时机。当下就是一个震荡，就更多呢等待方向选择。我们看到龙门线它呢是在334.208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这个地方它没有那么容易能够破这个连阳的一个趋势点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强支撑。而后我们来看到 AMD 的话，最近呢出现了一个动作，一个信号在昨天下跌产生了一个 B13， 这个13呢是九转后TD 技术13，那么技术13的宽松就最先出现的一个13，那么这个13呢它产生的时候就意味着在神奇九转的时候它没有见到的低点，那么这里有可能会见到一个左侧的低点。好，那么这里产生之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曾经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强势的底分型，然后回落有一个左侧的13。好，那么这里呢如果能够产生再次的强力的底分型，或者说强势的反包阳线，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再次的加仓买进，因为9后13呢它是个左侧的信号，那么这里呢如果产生买点一般也是左侧买点所以不管是这个买点它是类似于微软那样的操作方式，就都是左侧买点，尽可能仓位你不要加超过3成价格走势后续要出现突破飘带转为止设，我们再去考虑剩下一些仓位的布局，但左侧仓位千万不要买太多能够控制在3成以内是比较好的。而后防守位呢，我们就可以把之前下跌时的低点188.22作为防守位，如果直接收阴线跌破那算了我们就先看一下它的下跌力度什么时候停止。目前走出9后13正常来讲左侧低点应该是一个可靠的
啊，这里应该是个左侧衰竭的点位，关注下周一的一个表现啊，所以 AMD 呢这个左侧有可能也是个低点附近。而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也很特别 ，HOD 它也来到了一个酒后13，从高点这一波下跌跌到现在，它是首次出现酒后13的一个 K 线，前面在9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止跌，而后震荡了一段时间，目前到了13，好，这个13呢也一样，它左侧的低点就是重要的低点，这里会不会是个左侧的衰竭信号呢？关注一下，左低不要破，而后在这附近产生了强势的止跌阳线。最好是能够比4天前的收盘价高的一根止跌阳线，而后作为一个买点。那么目前的飘带是收窄的所以最好一根阳线上来，然后变成紫色作为左侧的买点，等后续上行回调不破飘带做右侧买点。我们再看到 HOD 的周线它周线上其实也刚好有一个九转所以这里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日周的共振呢？我们可以关注它，这里也不是说没希望出现一个周线的反弹，只是趋势来讲它是相对跌得有点狠所以整体来讲。更多的可能关注 AMD这个 HOD 呢可以看一下，除非它有更加明显的启动信号。我们来看到 APP 的话，它的酒后13是之前这个低点产生价格走势出现了一波反弹之后，目前回踩回踩时上涨是不是也有一个九转？好，回踩时呢，它目前是在飘带附近出现止跌阳线，如果激进投资者这个阳线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因为它是不是构成了一个TD50当然这个买点有点太激进了，因为目前市场环境一般般哪怕你买也千万不要买太多只能说呢短线尝试因为我们最好的在弱势环境下想要去买这种之前强势上涨后的回调股票，最好还是一个反包阳线会更好一点所以最好收盘价能够突破昨天这个高点，而后去买进会更好。周线来讲，它也是个九转后的上涨，但反弹空间已经到了飘带附近。要继续延续上涨，就得要日线这里确实能够止跌再启动阳线才行。我们来看到下周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这个股出现了下跌破位行情，破位之后出现了蓝 K， 然后止跌反弹，但反弹力度不算很好，而后下跌的时候有点强，直接来一个缺口下行。这个缺口下行和前面这个对应了，之前这里下跌缺口反抽，而后下跌，所以目前这个缺口呢在下跌后反抽，所以这个地方还是相对偏空只是呢它离这个龙门线不算远，42.303，所以空间来讲日线上至少还算是比较有限了上方的压力是56.921整体周线来讲呢是一个 IRK 线低开高走，所以要说下跌的空间它应该不会说很容易暴跌至少整体周线的趋势还是不错的，更像是一个回调所以整体来讲日线这附近可以寻找机会，但这个机会呢最好是比较明确的回调启动阳线会好一点。我们来看到下周股票是Circle呢一个很强势的上涨九转，然后到了飘带附近，然后到了龙门线附近产生了滞涨横盘，它这种左侧到了某个滞涨点之后没有直接下跌靠拢这个飘带，而是走横盘，还是挺牛的这个上涨力度太强了。不过这种情况下哪怕还能涨，一般也是不要去乱追了，酒后的行情正常就小心，特别在周线上它是出现了一个周线的上涨，一个三小顶，而后有一个黄色 K 线，黄 K 出现还是个黄带，那么这个地方就容易出现调整，所以最好是等待飘带附近的机会。它这里飘带支撑是 99.234。 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 Meta 呢如期走出下跌行情的趋势破坏价格走势是不是又出现了反弹黄色飘带，然后出现了下跌这种结构呢太常见了，最近周线上是不是也是黄色飘带所以它下跌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它的趋势依旧还处于一个震荡大级别震荡，而周线呢是一个下跌趋势，所以整体环境来讲它呢不是很好，就是要小心一点最好是足够的右侧去找它的买点，或者说等到酒后我们再去好好看一下。当然这个地方呢九转还没到，它只是第6根 K 线整体就相对小心，不是很好的做多的一个标的，有点强势的下跌。下一只股票看到 OKO 市场趋势之前出现了酒后13但是反弹力度一般般，碰到飘带后就走弱了，所以当下呢这里只能说左侧有衰竭，但是右侧是没有买点的，右侧得要转紫色带是吧？所以一般来讲左侧交易点呢不要说放太多仓位，右侧后我们再去考虑更多仓位。所以当前 OKO 呢只能说左侧来到衰竭点而且它刚好也在之前左侧这里是一个震荡区间所以这里呢产生下跌的时候是停顿了，
然后出现9后13啊，所以阿哲觉得这个位置只能说啊，左侧跟这个微软啊，还有甲骨文等的是有点相似啊，就是左侧来到了一些空间支撑上，而后有衰竭信号，但右侧是还没有明确的买点。但这个结构啊，它是没有微软那么好啊。微软的话，至少它周线上有止跌信号了，而它目前还是一个蓝色 K 线啊，没有止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最好是周线有止跌，然后日线找买点会更好一些。它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啊，这个日线是65.35啊，小心这附近要过去，然后才会更加验证我们周线是能够止跌的。现在这股票看到 PLTR，价格走势也是一个强力的上涨，跟 APP 是类似的一个走势。上行之后呢，走震荡，黄 K 没有破，而飘带在靠近，整体调整力度呢还算可以，但是否能够启动，要关注飘带附近是否能够有止跌反包。目前的飘带在 147.016 啊，反包阳线没有产生，一直走震荡，是否有大阳不破的一个机会，可以关注一下启动的 K 线。如果没有的话，不要随便做这个短线的继续2次启动啊，因为它在周线上是一个9涨后的反弹，所以这里要继续往上看的话，就得要先破飘带下沿的一个压力，那基本上就是要2次启动嘛。好，所以日线就要得等明确的一个止跌 K 线才行。目前的飘带下沿是 157.905， 如果能够日线启动，那么往上可以看到上沿 171.888， 那么 171.888 基本上就是飘带之上这附近的一个震荡区间了。现在这个股我们就看到 Coin 啊 ，Coin 跟 MSTR 是类似的，不过它比 MSTR 呢，阿哲觉得会强一些些啊，因为它的缺口2个都没有完全回补，而 MSTR 是回补了的，所以这个缺口不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等待一个明显的阳线啊，也是跟刚才所说的 PLTR 是一样的，去看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行情。它好一点是它远离了啊，它之前跌的厉害，所以它的概率比较大。如果反弹的话呢，空间也会好一点点。周线上呢就差不多啊，只是日线的那个龙门线离得比较远，然后周线呢是在龙门线附近，然后上方呢有一个飘带压力，下沿是 210.428。现在这股票看到美光啊，它之前左侧呢是有一个9后13，然后价格出现了一波下跌过程当中，目前是形成了一个震荡行情，而这一波上涨是黄色飘带，所以以反弹看待。黄色飘带进入了一个黄 K 啊，所以把周五的 K 线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收阴跌破就小心，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9后13后的反弹，继续准备下跌的一个行情。如果维持黄 K， 那也不能随便加仓了啊！黄 K 线代表是一个左侧滞涨的一个地方，要小心。周线上来讲呢，也是周线有一个9斩啊，然后周线也是黄 K， 不过周线的黄 K 目前是没有破的，所以这个地方以震荡代表调整。那至于后续会不会破啊，那么就我们要后面再去看了。当前的周线收盘还是比较好看的，直接是一根反包阳线啊，反包阳线。所以日线上最好寻找的是转为紫色飘带，然后回归正常的 K 线啊，黄 K 调整完后去找买点。如果黄 K 后的下跌是直接破飘带，还是保持黄色带，那么就说明周线这个地方呢只是高位的一个诱多行为啊，所以这个就要关注好，看一下是什么动作。然后下只股票是 MP 它也是一个黄色 K 线加9后13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高点左侧的衰竭点，目前下跌。它没有破运线的低点啊，目前不是很有效破。如果下周直接破掉，那么就类似于这是一个下跌的延续啊。目前飘带没有支撑反应，所以当下呢还是空方比较强一点。以上呢是3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